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关于以赛亚的一些的经文，尤其是在新约特别的地方。那如果你看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提到的外邦人。那如果你看到以赛亚书42章10到12节讲到海岛要向耶和华唱歌万民都来称颂神，是吧？那49章第6节讲到了外邦人的光，51章4到5节也提到救恩要临到普世。那以赛亚书有很多这种经文，就是说好像福音会到万邦，到万民那这个43章3到4节也特别讲到犹太人的一个独特的地位就是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专爱你，是不是？那好像对于犹太人有一个传扬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这是就是说一方面有犹太人很独特的经文，就是表明犹太人是上帝的子民，他们很独特。另一方面呢，也讲到福音要传到外邦，传到万民那么这个是旧约里面的一个对外邦人的一个看法那么但是呢，如果你到了新约，你发现尤其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它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即便在以赛亚书里面有提到外邦人可以得救，可是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说是平等的，就是说外邦人跟犹太人是平等的这个是没有的那到了使徒行传，你发现不但外邦人得救，而且是跟犹太人平等的，这个是很特别的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10章讲到彼得的见了3个异象跟福音的关系，都是这个食物，对吧？食物跟福音的关系。那10章15节就讲的很重要，他说神所决定的你不可以当作污秽。所以这个食物并不仅仅是食物本身我们昨天也特别提到了这个耶稣的食物的一个事工，对吧？你跟他一块吃饭就表明什么？你接纳他，你认可他。你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就表明什么呢？你就是不接纳他们。所以这个食物代表的其实是人群的划分你跟什么人坐一个桌上吃饭，表明你们是一类人，对吧？那对于外邦人来说，彼得为什么没办法去这个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除了律法的要求，同时那是以他犹太人为自豪的一个东西跟外邦人有区别。外邦人吃那些不洁净的，那我也吃，那我跟他有什么分别呢？是吧？所以他们都不愿意跟外邦人一块吃饭。那可是上帝就用这个食物做意象，就说我洁净的，你不可以当做污秽。所以外邦人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上帝会洁净他们，让你不要再跟他分门别类了呢？那这个就是第10章的意象的重点不仅只是说让他去吃猪肉那么简单，而是让他能够理解到说这个神可以来改变这个不洁净的东西，可以来洁净这些不洁净的东西犹太人很难理解的，因为这个涉及到他们民族的尊严、对神的认识，还有对救恩的关系那所以到后来你发现彼得就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去到哥林流的家里面，对吧？他就说了什么？他就发现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的这个分界线呢，好像就没有了。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是史无前例的事情。这个也是路加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在基督里都可以平等的得救那这个就牵扯到所有的教义包括末世论基督论救恩论所有重要的教义都可以从这一点表达出来。这个就像保罗他所说的，我们在基督里已经什么不分，就是不管你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是男人是女人，对不对？是什么样的人，那都在基督里可以合而为一。这个是很关键的，这个就是所以保罗他说什么他说我真的看见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这句话呢，就颠覆了整个犹太人的拣选的理论，就是犹太人认为的拣选，那就是偏爱上帝，就是偏爱他们。在旧约里面，他们一定认为上帝就是偏爱以色列民可是到了彼得这里的时候，第10章之后，你会发现到第11章，那这个11章12节那彼得就讲述他的故事，他就说圣灵吩咐我们不要疑惑而且你看有小字他们上面讲我们不要分别等类就是说上帝现在拣选人呢已经没有分别了，突然之间没有分别了，不再分犹太人或者外邦人，都是一样的。所以11章18节彼得就说这样看来神也是赐恩给外邦人。那这才是
整个第10章、第11章的一个核心，就是上帝借着这个异象拆毁了犹太人的拣选的神学啊。所以如果你看以赛亚书，虽然以赛亚书里面有提到外邦人可以得救，可是都没有像到新约里面一样是平等的啊，完全不分彼此啊。这个是新约所独有的啊。那你说上帝凭什么可以让之前在旧约里面说不能吃猪肉，对吧？不洁净的东西，为什么现在又让彼得去吃这个猪肉呢？那是因为主他是万有的主，对不对？那这是神的主权，神一开始不让你吃，彼得不吃，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是符合圣经的。可是当现在上帝说我把它洁净了啊，这个猪肉现在不再是不洁净的了，我给它洁净了，难道神没有这个主权吗？啊，当然有。当上帝说我已经洁净了，你可以吃的时候啊，那你这个时候你就不能不吃，你就不能抵挡神啊。虽然彼得3次没有吃，对不对啊？可是让他反思，上帝拣选外邦人啊，他借着这个食物洁净和不洁净的这个食物啊，因为他们认为外邦人也是不洁净的嘛，是吧？来去反思外邦人的得救。所以到了耶路撒冷大会第15章就很重要啊。15章到了第9节，那也就提到说并不分我们他们，对不对？又讲类似的话，不分彼此，这个就是上帝拣选的一个基础啊。所以我们来看耶路撒冷大会啊，耶路撒冷大会是很重要教会的第一次大公会议。那这一次大公会议可以说是这个改变了整个初代教会未来的这可以说是个转折点啊。如果这次会议没有通过的话呢，那可以说教会没有办法继续的发展，就是你没有办法来去接纳外邦人进入教会当中。所以耶路撒冷大会的争议就是第1节就提到了有几个犹太人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他们的救恩论。好，那么这个时候保罗巴拿巴就和他们大大的纷争，那他们就定规叫保罗和巴拿巴就上耶路撒冷见使徒和长老。好，然后呢他们就讲了这个雅各也讲了，对不对？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说上帝并不偏待人并不分你们和他们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都是平等，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件事情之后呢，那雅各就作为代表就说，我们要让他们境界偶像的污秽、奸淫和勒死的牲畜和血那么至于摩西的律法那些规条要不要接受呢？那么这个就是说可以不用接受了这个对于初代教会来说，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就是说他们跟我们一样嘛，那他们不需要像我们就是说非要遵行摩西的律法，他们就可以按照他们的这个礼仪。那这也是我上次提到的，就是说耶路撒冷大会的重要性，就是把那个割礼守安息日等等这些犹太人认为是宗教当中必须要跟得救相关的，或者说是跟信仰相关的这个东西，把它变成了文化上的东西。那最后一节怎么解读呢？就是15章20节说，只要写信吩咐他们警戒偶像的污秽、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那为什么会提到这4件事情？这4件事情有什么特别？尤其是讲到这个血什么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基督徒不能吃血你们哪些人是不吃血的？或者是哪些人觉得血是可以吃的？可吃可不吃吧，不吃主要是因为觉得不太干净。但是你看，不是宗教的干净，是那种物质上面的不干净。对你看，在这里讲到吃血的时候呢，那你说，这个已经吩咐他们不要做这4件事情了，那为什么？那所以有人说基督徒不能吃血，其实也是从这里来的。那这里就要想这4件事情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独特的地方那么这4件事情呢，如果你看你发现在旧约里面有提到过这4件事情，是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是在利未记17、18章的时候。那利未记17、18章有讲过这些条例。那他当时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是对那些住在以色列当中的外邦人，
啊，不是犹太人，就那些外邦人，他们住在以色列的这个人群当中。那为了他们不同的民族之间的一个共存啊，那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说告诉你们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这个不是为了救恩的缘故，而是为了大家可以跟外邦人跟犹太人哈，他就是你要尊重，你要迁就哈我们的一个礼仪吧，我们的信仰是吧？我们更容易相处啊，所以这是在利未记17到18章里面特别有提到过这几点，这4点。那这是一个啊，这不是说这个跟得救相关。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这4件事情啊，在对于当时的外邦人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4件事情呢，都是跟他们拜偶像相关的。就是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就会跟这个奸淫、跟勒死的牲畜跟血都是相关啊。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雅各来警戒他们不做这几件事情呢，其实它是同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不要拜偶像了。因为在当时的这个处境里面，所有的外邦人都是拜偶像的，就他不像我们现在是说无神论是吧？没有无神论反倒是异端，就每一个外邦人他都会拜一个假神啊，那或拜几个神。那他们拜神的时候，在他们的庙当中就会出现这些事情，他们献祭的时候会勒死这些动物啊，有血，同时还有这个庙祭奸淫，所以这几件事情就是他们拜偶像时候要做的事情。那雅各呢，在这里讲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现在已经信服真神了，你就不能再拜假神，不能再拜偶像。所以呢，跟拜偶像相关所有的事情，都禁止不要做。这个就好像我们跟一个佛教徒，假如说一个佛教徒他信主了，那么你会告诉他说，哎，从今以后你不要再烧香了当你说不要烧香的时候，不是说他不能点蚊香，而是那他就知道烧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以前就是用烧香来拜偶像嘛，对吧？所以当你跟他说你不要烧香的时候，其实你是告诉他你不要再拜偶像了。所以这个奸淫、勒死的牲畜和血它都是跟拜偶像相关的那这就是让他你不是靠着伦理得救，不是说你要把这4件事情做好你就可以得救，不是的，而是告诉他们要转离偶像，敬拜真神。不然的话你就又变成了一个律法主义，对不对？你说不能吃血是吧？那你知道很多，你怎么知道哪些这个肉里面是有血没有血呢？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如果变成一个绝对性的一个禁令那就没有办法实践这不可能实践了，对吧？你说你的手割伤了，流血了，你吃下你的这个舔一下你的手指头，是不是也叫吃血啊？是不是也犯忌了？是不是那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要以字面意思来去理解他只是告诉因为你的手烂了，你吸一下，你不是在拜偶像，可是在当时这个血是跟这个拜偶像相关的所以是警告他们不要拜偶像，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能不能信服还是说，如果你说我就觉得不能吃血嘛，是不是也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吃和不吃，就像保罗说的都没有什么不解，在神眼中来看都是可以洁净的但是如果有人良心没有办法接受那你为了弟兄姐妹的良心缘故，你就情愿不吃嘛，是吧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律法主义张老师，我们能够接受，就是在实际教导过程当中呢包括我自己在教导过程当中呢，是这个事情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传统的中国教会呢，它是特别注重伦理的就是圣经而且是我们常说中国教会呢是引用圣经而不解释圣经，就是他引用这种经文，他不在乎这个背景和当下的处境，他说呢，你看禁戒血很明显然后呢就是后来引起了很大争论。我当时说的意思跟你说的一样，包括这个输血呀，还有包含紧急状况下呀，还有包含这个你比如说指头有血了，这个缩上这么一口等等，跟他们解释。但是呢，你这样说传出去的不是这样的，传出去说那哈蒙尼又说了我们可以吃血然后呢这个就比较糟糕。还有后来呢，我就跟他们一个一个找了一个误会的人跟他们详谈费了好大功夫。最后呢，我发现那个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考量，就是
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些领袖，他是怀着一个动机，是渴望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因为你还想再让犹太人听闻福音而蒙恩，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了犹太人良心缘故，今天这条诫令呢，对于这些渴望把福音重新传回耶路撒冷的教会来说，我想呢还有价值。他为了良心的缘故，是这样的。对，这个也是神学了，都是神学。其实包括他说要把福音传给耶路撒冷，这是很明显受时代论的影响嘛，对吧？为什么要把福音传给耶路撒冷呢？应该你要努力的把福音传给你的邻居才对。这是关键啊。对，所以传不传到耶路撒冷其实无所谓了，是吧？关键是你周围的人，你的邻舍，你的邻人，对不对？那你有没有爱他们？有没有就是说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个很关键其实这都是神学。对，请说杨老师。我有点补充，就是那个日常交流当中当然我都遇到过，我有一个好朋友非常有名的学者，他的儿子信主了。就是他儿子其实比我小不了几岁，他来，因为可能是在还是比较传统的家庭教会，然后他就来，他就说，冉叔叔，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吃火锅，但是，我不吃血好不好？我不吃血可不可以？我说挺好啊，我也不吃啊，那就，对吧？然后我说为了你的益处，我完全不在乎这个吃不吃，只要你不吃，我也就不吃。那么这是第一。第二的话，我一个好朋友没信主对，他对我们基督教有误解，他说老冉你现在信主了还喝不喝酒啊，是吧？你们的信仰，我说那好，今晚上我就陪你喝2杯。我就告诉他，我说第一，我说活吃活会为着要神，对吧？对，就是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是吧？第二，我说我凡事都可行，但不对我都有益处；我凡事都可行，但不论哪一样，我总不受他辖制。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要，比如说理解这个《使徒行传》15章20节要和保罗的这些，就是这个是在这个地方，它是就是就像你刚才说了，烧香，是吧？你一听说烧香呢，他烧蚊香行不行啊？是吧？对不对？其实就是背后的那个精义。要特别的去理解，不能停留在表面的这样一个致辞的意思上。就是致辞的意思，首先是要了解的，这个肯定是吧？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地方，停留在这个地方，你就会被他就是辖制，就是那个致辞的表面意义辖制。就是说白了，这个意义上讲，还涉及到这也是中国的教会特别的不那么重视的。就是基督徒的良心自由。这一点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除了那样一个就是原则以外，还有良心自由的这样一个区域对，需要被培养。就是有很多基督徒，要么就很机械，要么就是总之活成两截人，你明白吧？就是不像一个活人基督徒。对，就是整个说来就是完全被捆绑。就是我认为，当然你必须要遵守就是圣经的那种经义，但是呢，你也知道说保罗为什么那么讲，是吧？是吧？就是白物都可吃，是不是？对，说，但是他当然他也不是叫你乱吃。对，好，我就看这些。是，对。老师，我之前听过一种说法，就是他说，我们既然良心自由，然后烧香的时候，我就拿着那个香，反正我为了不跟家人造成冲突嘛，我也拿那个香，但是我心里想的不是拜他，我就是纪念他，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因为拿着香的这个行为本身是有很强的宗教意味，特别在中国，人家就会觉得你这个就是祖宗上香拜偶像的这个行为是捆绑的，跟这什么奸淫这种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也要考虑是不是绊倒别人，因为其他人如果不信的人会觉得你基督徒怎么也烧香啊，虽然你心里面说挺自由，对，会不会有这种也要小心。我觉得你这个考量是非常非常好的，是的，对，是为什么你那个时候不能去拿？
就像比如说啊，我最近遇到有一个就是弟兄姐妹啊，他们结婚了，然后男方女方要彩礼，明白吗？我说这正是传福音的机会，就是基督徒不不实行这个是吧？对，然后那当然这里面是有很大的冲突。同样的，就是刚才于姐妹讲的哈，就是你要知道。别人会轻看你的信仰，首先，你持香，他哪知道你内在是怎么样呢？这是第一。第二，说白了，很多时候人会滥用良心自由，滥用良心自由就使自己的胆小懦弱找借口，对，使自己的信仰。某种样讲就是说，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良心总体上讲都是松弛的。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这样一个道德水准其实是很低的，我们这个族群，绝对不是想象的那么高。我们天天说，我们天天表演，不表明中国人的道德水准高。中国人道德水准普遍在世界都是就是低，但是呢，为什么个人感觉到中国人的道德水准看上去还像那么回事呢？因为表演性太重，对，天天的表演好。仿佛中国人有道德，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是，这是很好的一个观察。对，感谢主。我们继续讲啊，继续来。保罗宣教策略，这个可能大家都听过哈，就是说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在面对不同的人群有促进化的一个这个特点。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记录了3次保罗的讲道那第一次在13章给犹太人还有那些敬畏上帝就是相信上帝的外邦人传福音，14章是给没有受过教育的异教徒传福音，17章是给受过教育的异教徒传福音。所以这里面的宣教策略呢，传福音策略就是说它有个促进化的一个策略，就是它要跟不同的人群传福音的时候，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在13章的时候，保罗在给这些信神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大量引用圣经引用犹太人的历史，对吧？因为那个是他们的共同点，然后最后引到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但是他跟没有受过教育的异教徒传福音，他就不讲圣经，因为他讲圣经这些人根本都不信，你讲圣经他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保罗就是从普遍启示开始讲创造天地海的神，然后呢来让他们能够明白他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在乎他那以从普遍启示然后慢慢的进入到这个特殊启示。那保罗给受过教育的异教徒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不仅从普遍启示，他同时呢还去深入的了解这些受过教育的高等知识分子的背后的这些雅典不同的这个哲学家他们背后的理念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在他们的理念当中找到共同点，然后找到问题所以你看到这个他还甚至引用他们的诗人的这些的做的诗，对不对？就是说明保罗是很深入的研究了解了对方他们的这个思想，他们哪里有问题，然后呢从这个切入进来，然后把福音带进来。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道成肉身，就是说就像耶稣一样，他进入了我们的文化当中，然后呢让我们可以理解的方式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来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所以这是一个促进化。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也要像保罗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策略，就像保罗说的你这个遇到什么样的人，你就这个像什么人一样，对不对？目的是为了多救一些人，目的是为了要去认识他们，进入到他们的世界当中道成肉身在他们里面这样的话他们才能理解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能只是有一个套路，而是根据那个听众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情况来去这个调和。好，所以这三篇讲章呢，有人就说，你看他跟外邦人讲的时候都没怎么讲基督那是因为他在做福音预工的工作，对吧？你跟他讲基督讲这个圣经，这些异教徒他们根本都不信他没有共同点。但是你跟他讲你看天下雨，对吧？然后看上帝怎么供应我们讲到神的公义等等讲到这些，他们能够理解所以这是他引用的权威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引用的圣经的权威，犹太人当然是以之为权威，所以你可以用。
但是外邦人他们不把它当作权威啊，所以他使用的词汇、论点的表达啊，以及对听众的关切、听众的需要是什么啊，都在调整和改变啊，所以这个很关键，就是我们去传福音，包括牧会跟弟兄姐妹协谈，你都要知道他们的真实的需要是什么啊，所以没有一套所谓完美的基督教信仰的表达，而是在这个文化里面能够就是说去更深的让福音浸泡到这个文化当中，能够来让这个文化里面的人能够明白什么是福音，这个才是关键。好，这个我就不细讲了。那雅略巴谷这个也很有意思，这是现在雅略巴谷的地方，上面还有一个这个纪念碑，上面刻着保罗当时在雅典的这个讲道那这给大家看一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从13章开始到后面就保罗开始的第一次的宣教旅程。那我会把这个保罗宣教旅程的表，还有他的时间表到时候发到电报群里面，我就不去细讲因为提到这个几次的宣教旅程，然后这个就是说你大概可以了解保罗他在服事这个当中他的重点是什么，包括这些城市，后面我们会来看他宣教的一些策略那基本上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看他宣教策略的话，他是以一种优先大城市的为策略的就是他都是先到像安提阿、哥林多、以弗所这些比较大的城市，交通比较发达的地方，然后呢福音就可以很快在整个地区传开这是他这个宣教旅程的策略吧还有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分开第二次旅程的时候，就带上了这个提摩太那么提摩太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旅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都能够看到。那其他的具体的内容，到时候我会把这个资料发给大家我就不细讲了。那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讲到马其顿的呼声，就是保罗宣教旅程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就他们一路向东行嘛，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圣灵就禁止他们向东继续走，而是让保罗往西去到这个马其顿去。然后在夜间看到这个异象就是有一个马其顿人来求他说，请你来我们这边那么在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当中讲到这个有一个马其顿人，特别他有一个特指特指就有个男人因为在希腊文里面他是可以不用男人的他的那个字尾就能表达他是一个男性，可是在这里面呢，他专门把男人这个字呢专门一个词把它拿出来，就是特指的这是一个马其顿的男人。所以那这个马其顿的男人是谁呢？你发现到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呢都没有提到这个保罗从这个特罗亚到腓立比都是对很多妇女讲道，包括吕底亚信主然后面对一个行法术的这个使女那好像之后就没有提到这个马其顿的男人那么而且到后面你会发现保罗还因着这个往西行后来被关进这个监狱，所以那马其顿这个意象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那这个也是有一点背景，就是说如果你去在1世纪在当时去问谁是最伟大的那个马其顿人，那你就知道我讲谁了，是吧？所有人都会告诉你那个就是亚历山大大帝。那亚历山大大帝呢，那建立起了很强大的希腊帝国，那他征战的方向就是从西向东一直到印度河流域，但是他本身是一个马其顿人他不是希腊人，但是他师从亚里士多德嘛，所以他把整个希腊文化扩展到了整个帝国然后呢，罗马征服了希腊的土地，可是希腊征服了罗马的头脑这个我们也都经常听到那在保罗的时代仍然是被希腊文化所支配的，这也是他们为什么选择用希腊文写圣经。那这个里面的马其顿人这个男人有没有可能是指向亚历山大呢？那有些线索当然这是猜测这些线索。第一个就是路加特别提到特罗亚跟在腓立比发生的事情，而就是说这个两个大的城市里面，虽然都是很多女性女人信主，没有提到男性，但是其实这些城市的名字是
是亚历山大他家人的名字就是说这些也是纪念亚历山大家人的这个原因那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这些城市，所以这是不是有可能让我们联想到亚历山大？同时第二个就是福音扩展的方向呢，跟亚历山大征战的方向刚好是相反的。福音扩展的方向是从东到西，从中东开始往欧洲、往美洲、亚洲一路向西。可是当保罗想要向东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是禁止他们去，而差遣他们向西。这个跟亚历山大征服的路线是恰好相反的亚历山大是一路东征的，而且他是一路东征所向披靡但是呢，如今却求着保罗来到西边，到马其顿来帮助他们。所以这种福音的反向扩张和亚历山大反过来求保罗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表明福音的一个颠覆性。那最后呢，路加也有可能在对比亚历山大的东征跟福音的西征，因为亚历山大大帝虽然透过东征建立了很伟大的希腊帝国，但是他英年早逝，大家也知道，帝国随之瓦解，他的这个国家分裂之后，由他的几个将军瓜分。那可是福音呢，向西的传扬因着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停止，对吧？那这个地上的君王建立的这个国都是暂时的，可是耶稣基督建立的国呢是永恒的。这个就有点像另外一个这个皇帝，大家都听说过就是这个拿破仑他说的是吧？他曾经统领100万雄师，可是现在空无一人，对吧？他曾经横扫3大洲，现在却无立足之地。他就说耶稣呢远超过我，没有用一兵一卒，没有占领过任何尺寸的土地，可是他的国却建立在万人的心中那么在这个里边有没有暗示和对比神的国跟这个当时最伟大的这个希腊帝国那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好这些都是这个现在的一些遗迹了包括哥林多的阿拉伯的神这个阿波罗的神庙以弗所的剧院，因为后面我们也会给大家特别提到这个以弗所的问题会提到这个古代世界奇迹建筑因为这个是跟这个亚底米崇拜相关，跟女人讲道也有相关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来提一下。